OK，我们现在把它放在这个位置来看一下它的静态，先给一个空镜。OK， 整个车是一个非常非常帅的，而且带有一点点科幻感的一个设计造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这个有点那种异形的那种吞噬一切，对吧？有点像毒液的那种造型。大灯是一颗透镜，远光灯、近光灯都是这一颗透镜里面。然后有个细节，这个车在启动和熄火，就是锁车的时候，然后看一下仪表的这个画面，加一个开机动画，而且是一个立体的一个车辆的一个展示。整个 UI 的设计，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一个 UI 设计，显示的这些信息也是比较多的。这车是自带还有一层贴膜的，所以说这个出厂的膜真的。我们看这边是集合了一个 LED 的一个转向灯在上面，同时它也保留了这个侧面的独立的这个转向灯。转灯的效果它是直接点亮的，没有那种流水的感觉。然后后视镜整个的造型和整个阻尼感这些质感都还是不错的，很结实的一个后视镜，放在跑车上也不是很违和。然后这是一个整个迎面的这种大风挡，这个风挡配合这个大灯的造型是比较像KTM 最新的 RC390的那种，整个是透明玻璃面罩的一个感觉，只不过它整个大灯会突出的更多，显得整个车头是更具有侵略性和更修长的一个优雅的感觉。没有 RC390的那种臃肿感，整个侧面这种线条也是全部汇聚到同一个点，包括这种位置的这种设计也是，我觉得是最近国产车里面完成度很高的一个设计。整个的接缝的这些处理还是比较干净的，用的螺丝也是这种新型的这种螺丝。这边有一个 USB 的充电接口，这种位置做了一些这种凹进去的这种造型的设计啊，整个造型的设计没问题，然后接缝这些控制的还算不错，但是整个塑料的表面处理的这种质感，我觉得是差一点点的。然后有一个要吐槽的就是，现在这个试装车，首先线束这些我们不说了，因为是试装车，那些卡扣肯定都没有设计好。然后就是这个外饰板的内侧，看着是这种很廉价的这种塑料的感觉。其实稍微上点档次和价格高一点的仿赛，它在这种位置它都会有一个内衬板去把这些东西全部覆盖住，这个就缺点意思。虽然整个车从这个视角看上去很漂亮很美，但是你一旦俯身下来，从这个角度去看，它里面这个位置就很像玩具的那种感觉，这个是要提出批评的一个地方。减震是看起来是比较粗壮的，但实际上内径是一个41毫米的减震。目前没有看见品牌，然后从上面这个可调机制上面来看，像是一个 KYB 的可调减震，身侧和压缩的这个都是可调的。上面是 Brembo 的这个直推上泵，下面是水鸟的卡钳，而且是两侧都有的水鸟卡钳。然后可以看到，它在这种黑色的数按键这个位置，都是设计了一些这种钻石切割的这种三角形造型是相呼应的。然后这个捷迪 Moto 这个位置感觉是可以发光的，但是前面的 logo 没有发光，后面的发光了，这个可能是试装车和拆卸过车壳的原因。看到下面这些线条的设计感还是在线的，设计的非常精致的那种。看这种位置都有很多个层次。这个位置有一些导风的这些槽，包括在这里面，它也没有简单的做一个平面，而是做了很多根的这种导流的这种槽在里面。还有这个位置，也像下部的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个层次和一些凹凸的变化，
这个曲面还是很复杂的。然后看到里面的这个排气烧蓝的很漂亮，水箱的散热面积也非常大，是一个弧面的一个水箱散热。OK， 我们再回到上面，这个三星的质感刚才说过，整个设计还是很漂亮，但是这些边角的这些和膜线的这些处理，包括车架的这些毛刺的处理，我觉得工厂还可以再优化一下。然后整个车架这边是铝合金的一个双翼梁的车架，这个车架其实和捷迪的街车和那个休旅车是不一样的，整体的这些造型，包括一些细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是根据跑车重新去开发定制的一款车架。然后就是有一些细节的设计，像这些地方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这种花纹，跟着这一条弧线，然后把这儿又分成了2个层次。虽然它细节很多，但是它又不显得很零碎，整体的设计语言还是保持一个很统一的一个设计语言的。这种位置都是用了同一种这种花纹，然后这个位置的这种导流的这种桥的感觉，同时又出现在了这挡泥的这个位置。OK， 油箱上面也是有这种花纹，车头的这个位置放射开的这种感觉，这个位置很像配合边上的这种亮面的漆面的这种效果，很像那种蝙蝠侠或者蜘蛛侠那种，包括像超人一样，他撕开自己的衣服，然后露出里面的这种肌肉的感觉，这个设计是比较有意思。现在稍微对开关质感有点要求的车企，好像都喜欢去采购高精开发的这一套手把按键。但是现在的试装车有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把按键的角度太靠上了，角度太平了，导致我要去按的话，手要翻得很上面。其实按键的这个角度和它这个仪表的这些控制按键在一个面上就已经很好了，但现在是明显是往上斜的。它这个钥匙是很像汽车钥匙的那种遥控钥匙，但是它又不是那种一按就弹出来的那种折叠钥匙，它是这种抽取式的。在汽车里面这种设计很常见，因为正常情况下你都不需要用到这根钥匙，但是在摩托车里面，你的油箱盖是如果需要用钥匙去打开的话，这么小一根钥匙，尤其你戴了手套之后，就更难去把它拧开了。这个钥匙我觉得是，虽然看起来的质感很好，但是可能在加油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很好用。对，再往后看这个坐垫的这个造型和乘坐的感觉，都是比较漂亮和舒服的一个坐垫造型。下面是带有一个这种镂空的设计。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并不是这个镂空的位置，并不是覆盖件了，这个地方就已经变成了车架的一部分，这是副车架，感觉也是一个铝合金的整体铸造出来的一个副车架，说它可以在这个位置把整个车收得很窄，